行，OK，我看这个会议里边还有一些从微信群里边进来的，不然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开始吧。如果没有问题要问的话，我们就先分享我们的这个 EX 的开发进度，然后后面如果大家再有问题了，再讨论。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拿出来讨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放到最后吧。放到最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个开发进度，然后再开始。诶，行啊，那个，我看昨天在群里面不是有个大概的大概的议程嘛？那我们就先，诶，按照那个顺序，然后大概每个功能的负责人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功能，然后目前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代码的话，可以直接就是用代码的形式去展示嘛，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OK，行。第一个是那个应该是宋涛负责这个human in the loop 对吧？那个 conversation agent。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可能因为现在我在打吊瓶，所以说我可能展示不了代码。对，然后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对，对啊，你跟我们大呃，概介绍一下这个功好，能，它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功嗯，能的内容吧。然后好，OK，我先说一下，就是它其实本身是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 agent，只不过是我写了一些限制，它不能直接加在 workflow 里面。对，然后它目前我还没有铺上去，然后它肯定也会放在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那个模块里面，就 HITL 的模块里面。然后它现在主要的实现功能就是它可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假如说我们把一个 workflow 序列化成 JSON 文件存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JSON 文件加载进去，然后以此为基础，然后开始多轮对话。就是跟这个大模型去多轮对话来对这个 JSON 文件本身，因为 JSON 文件它本身就代表着一个 workflow graph，然后对这个 workflow 这个 JSON 文件本身开始修改，对，呃可以直接自然对话进行修改。然后我还提供了一个就是假如说就是某个用户他对这个 JSON 文件结构本身他比较熟悉，然后他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GUI 去直接修改。对，我是用了一个那个 Tkinter 这个包，然后它可以直接弹出一个交互式窗口，直接去修改 JSON 格式。然后还有哎，另一种，那个嗯，弹出窗口它那个修改的话是所有内容都能修改吗？包括它这个节对，点的那它会个整个显示一个 JSON 文件，对，就直接？OK。其实就是把 JSON 文件显示出来，然后它直接就修改JSON 文件本身。对，当然这种情况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依赖错误，但是它后面因为那个因为它每次修改完之后，它都会尝试实例化一次，然后实例化的时候，它就会如果有错误，它就会弹出，然后有错误，它就会重新开始。对，然后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它是在某种其他场景下，可以直接通过那个一个 workflow 的实例，直接传入一个 workflow 实例，然后进行修改。因为 workflow 实例里面它也有一个 graph 的属性，直接可以把它就是相当于抽出来，然后再进行修改。然后以上这两种方法修改完了之后呢，它都会进行一次重新的实例化。然后因为这些重新的实例化中，它会有一些针对这些 workflow 这些 JSON 文件格式和结构的一些校验，所以说是否能就是说本次修改它是否能就是有效，也都可以从这次实例化中看出来。对，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它就会再次修改，然后整体上就是一个循环的结构，然后直到这个满意了之后，就可以退出这个循环。大致是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还需要针对一些边缘情况再进行测试，因为我感觉这个可能会出 bug 做挺多，因为如果开放那个 JSON 结构的直接修改的话，对它有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你说的这个 JSON 文件的直接修改是这个用户直接对这个 JSON 手动进行修嗯，改，还是说
对，我之它通过前直接对 JSON 本身修改，因为我之前尝试过，就分开情况，比如说添加一个节点，或者是添加一条边，或者修改一个节点，然后把这些都封装成一个个就是功能选项吧。但是我发现它其实最后它其实也是就针对某个，它其实本身也就是直接修改 JSON 文件。我就想的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要不就直接开放 JSON 这个文件本身的修改，是不是会比较方便？对，之前我做了一版是就是有好几种选项，一个比如说是删除节点，或者是修改节点，或者是对，但是最后发现它其实做起来可能用起来并没有那么方便，它其实不如直接修改 JSON 文件。就我想想看，就目前的话，这个功能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那个做这个功能的动机，主要是因为现在的 workflow 就是生成之后就是会保存成一个 JSON，然后就不能修改嘛。然后我们打对，算就是可能通过一个多轮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对，去引入嗯，人工的一个 feedback，然后来迭代的去修改这个 对。workflow。目前的一个进展的话，就是说，能够直接去通过一个图形化界面，直接去编辑这个 JSON 文件，是吧？对对，是这样的。我当时我为了去直接开放这个 JSON 文件修改，是因为我想是，如果在多轮对话过程中，用户对某一部分比较确定，他很确定就是这部分，就是用这部分 JSON 定义的这个节点或者是 agent，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很确定，就是嗯他想，那我就想的是，他直接通过这个 JSON 文件本身修改后，拿这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一版 JSON，然后再继续跟 LL 就是模型进行多轮对话，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给他一个就是对用户来说比较正确的、比较确信的反馈，然后再让这个模型根据这个进行修改之类的，我是这么想的。哎，那能不能现在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就是用户输入的是一个嗯，就是一个 feedback 或者是一个 review，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新增一个什么什么功能的节点，然后让这个 LLM 去，它就是用资源决，它其实就是两种嘛，一个是直接修改 JSON，一个是多轮对话。那其实呢，多轮对话里面就直接就是自然语言去说啊，那个这里面加一个节点，然后它就会根据这个，就是说模型就会根据这个 JSON 原本的 JSON 文件还再加一个节点，是这样的。对。OK，就目前来说这两种都实现了，是吧？对，都实现，但是我需要还有大量的测试，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需要多，因为我可能会在那个之后的 tutorial 里面，就是给一些那种模型的建议吧，因为我感觉就是，尤其是这个多轮对话里面，它要加一个，就很精确加一个节点，它要保证这个它前后的这个输入输出，它都是最后出来都是能被实例化的。我感觉就嗯是那种比如说甚至就是说，因为现在不是要支持本地模型，我感觉其实本地比如说32 B 或嗯十几 B 的模型可能做不到。对，我就需要进行一些测试，然后最后给一个那种建议，就是使用这个功能是建议的一些模型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一些比如说32 B 以下的模型，就根本就是14中8次都不行的话，那其实我感觉也就是说直接就建议说不要用这种模型在，就如果想用这个功能的话，就要用这个模型能力以上的就比较好。嗯嗯。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本地部署的模型，就是因为那个生成那个 workflow，它对那个 JSON 的格式要求比较高，所以用本地对部署的小模型的话，它可能没办法严格按照你的那个指令来去做生成，就会对，导致后是的，是的。面解。对，所以说这也是因为我开了两个，一个就是其实说本身上就是两大块儿，一个是直接用户的直接对 JSON 本身进行介入，然后一个就是它嗯嗯，可能只是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让模型去修改，大致是现在是这两个情况。对，哎，可以啊，可以啊。我想想看好，啊，目前那个目前那个无论是直接修改还是这个 LM 修改，都是单独作为一个类就抽离出来，是吧？它是统一在一个类里面，一个 agent 类里面，它啊，会不断的循环，它每一次循环里面都可以选择两步其中之一。嗯嗯，行行，挺好的，这一块行。
到时候实现完了之后，可以那个提交一个 PR，然后到时候再看看吧。OK，OK，行，那大概是第一个的情况，然后第二个是这个Mars Zero，对，然后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因为我们整个框架它的核心功能就两个嘛，一个是自动生成 workflow，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workflow 的自净化或者是优化这一块。然后 Mars Zero 的话是一个workflow 自净化的一个算法，它是今年出来的一个那个算法，还比较新，然后它的性能也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考虑把这个 Mars Zero 这个算法就整合到我们的这个框架里面嘛。目前的话，这个功能是由那个肖阳在负责，肖阳你给我们大概讲一下目前的进展呗。OK，简单讲一下 Mars Zero 吧。Mars Zero 的核心就是它有可多个以给我们预定义看看论文里面的图嘛，对着图讲会不会好一点？也可以。那我开一下。哎，可以看到，可以看。OK，Mars Zero 它的主要的噱头就是它比起普通的这些预定义好的multi-agent design，它是通过几个基本的 block 的，并不说组合吧，它其实上是让 LLM agent 根据这几个 block，比如说 chain of thought、chain of thought self-consistent 这些 block 已有的 block，它去自动化的生成或者反思出一个新的 block 设计，然后它会把这个 block 设计拼接回一个原本的 memory。就 Mars Zero 的优化流程是把这些每一个 block 都实际上的 evaluate 一遍数据集，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得到结果之后，它会把所有的这一个 block 相关内容全部保存下来，保存在它它代码里叫 archive 的 memory 中。然后 Mars Zero 的优化流程就是它会让 LLM 直接看这四个预定义好的 block，然后生成一个新的 workflow。这个 workflow 就是直接让 LLM 生成，它是只有一个 single function 的 workflow，并不是说把 chain of thought、chain of thought self-consistency 或者 debate self-refine 这些 block 按照顺序组合，或者只保留 chain of thought、保留 debate，但是不要 self-refine 或者不要 chain of thought self-consistency 这种，它并不是选择，它实际上是让 LLM 根据这已有的 block 生成一个新的 workflow，然后这个新的 workflow 就会被 evaluate 之后，它会它会根据获得的分数，如果达到期望就停止，如果没有达到期望，它会把生成出来的这个 workflow 重新拼接回这个叫 archive 的短期 memory，然后在下一轮优化的时候，Mars Zero 会根据这个额外的这个 block，还有加之前存在过的每一个 block，然后再发展一个新的 block。然后他的论文里面还提到了一个机制，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制噱头比较大吧，就是它会有一个 meta agent 就是总管所有内容的meta agent 实际上就是根据已有的 block 生成新的 workflow 的这个 agent，然后他们的噱头就是这个 meta agent 会拆解出原本的任务，它会把这个任务如果这个任务特别复杂或者难以用一条简单的 prompt 实行的话，它会把这个任务拆成多个子任务。但是这个拆分子任务的行为或者流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数据性的结果来分析它，只是单单的让在 prompt 里面添加一条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任务太复杂了，你就加一个标签，然后把它们拆分成 subtasks 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是继续一轮这样的优化了。哎，等等，我理解一下，就是你回到刚刚那个上面那个图，嗯对，上面那个图，对，就是它应该是个迭代优化的过程，每一轮的开始，它应该会有一个就是现有的 building block 的一个集合，然后它嗯首先会在验证集里面跑一次每一个 block，然后跑完之后得到每一个 block 的分数，对吧？然后它把每一个 block 的结构，包括它的分数，会输入到一个叫 meta agent 里面，
然后由这个 Meta Agent 去生成新的一个 block，这个新的 block 会再去做一个 evaluation，做了 evaluation 之后，如果性能没有达到要求，它就会放回到刚刚那个 block 的集合里面，然后再开始下一轮的迭代。对啊。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集合里面一开始就有这个 COT 这个 block，它每一轮不都得要重新 evaluate 一遍吗？哦，不，它不需要重新 evaluate 一遍。它的这些 block 它会跑完这个分数之后就放在那里，它会把这个分数包括 code 包括什么东西全部都存在一条里面。它的 archive 也就是 map 记忆中一条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个 block 本身，还包括之前的结果之类的。所以它每一次 evaluate 的时候，其实 evaluate 是生成出来的workflow，只有在第一次在P0的时候，它才会 evaluate 现有的4个 workflow。那他为什么说那个 Mass Zero 说是 no validation set needed？因为它直接是用 test set 来做的，它并不验证，它直接用 LLM 来获得一个置信区间。就是它有2种评判标准，一个是用 Oracle 的评判标准，Oracle 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在数据集里面找有没有那个 answer 这个 attribute。如果它不用 Oracle 的话，它就是直接叫另一个 agent 来给这个东西打一个分。它打的分是置信区间，就是那个75%到25%的那个区间，这样它会算一个这样的分数，然后把它放回到这个 block 里面。就像那个 self verification，就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agent 来对当前这个 block 的性能打分，是吧？它有就是你在你输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到底是用 是叫另一个 agent 来打分，还是用现有的用数据集里面的answer 来回答。嗯。对。OK，行，那我大概理解。那个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模型有什么疑问吗？它这哎，个，它这个在这个数据集上的提升能有多少呢？在这里吧，主要它的 AI 数据集都比较冷门啊，一个 AIME24，一个 GPQA，不是通常的 multi agent 使用的那些什么 human evil 之类的数据集。它这8.3，个提升这什么 self MAS？我觉得它这个呃，它这个真的有点黑盒的感觉了，因为它实际上是让 LLM 来生成 prompt list。它这样的，如果一个任务它觉得 too hard，它会在生成prompt generation 的时候，在生成回答的时候直接生成一个 too hard 的标志，然后截取到这个 too hard 的标志之后，就把它拆成 subtask，然后它有一个global 类似于现在我们在 EvoAgentX 里面的 settings.configure，然后它会在里面把这些 subtasks 添加到一个叫 global task queue 的东西里面去，然后每一轮的优化就是让Meta Agent 来针对每一个 task queue 生成一个 prompt，就是包含一个 system prompt 加一个 prompt 的 prompt，然后这个 prompt 实际上并不只但是这个 prompt 最后会被拼回一个完整的 prompt 里面去，所以就是它所有的subtask 拆分之后，并不是说每一个 subtask 做一件事情，然后它把结果返回，它实际上是把整个 prompt 又拼回去，又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个的 prompt，然后把这单个的 prompt 发给 LLM agent。嗯，确实就完全从头开始生成吧。嗯，行，那个目前它那个实现的进度是个什么情况啊？现在？我现在在写它的 search.py，就是它只有一个核心文件叫 search.py，它所有东西在里面。然后我现在正在写吧。OK，行，挺好的呀。这个模型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嗯，它只能优化 prompt 还是说 workflow 也可以啊？就那个结构。它只优化 workflow，它不优化 prompt。实际上，它虽然叫哦，LLM 一直生成 prompt，但它不优化 prompt。它优化出来的它不优化。是一个叫 forward function，一个代码，一段代码啊，它执行的是这个代码。哦，跟那个 Aflow 和 ADAS 是同个路线的，就直接生成代码，是吧对，它只会？OK，对每一个 subtask 或者就是
放在 global task queue 里面的 task 生成一个 prompt，但是这个 prompt 最终目的是要让执行的 LLM agents 来生成代码，然后它会把所有的代码放在那个 forward 里面，然后所以就是最终你得到结果应该是个 forward function，那它 evaluate 的时候就是让这个 forward 这个 function 去跑数据集。OK OK，行，哎，挺好的。那个这个的话，进度我们就先同步到这里吧。然后下一个我看是那个 MCP Server 的功能扩展，哎，这一块应该是俊华在负责是吧？对对对，这一那那个块主要俊华，你是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功能，还有你目前的实现的情况呗。哦，这个主要还是上回找到的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说，由于目前的系统它的一些 toolset 或者说这种基本的工具，它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而且很多功能的话，实际上是很难通过我们自己写一些工具去完成。然后所以说现在的话，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个 MCP，大概这样一个 database，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 idea。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目前这个确实是一个搁置的状态。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它的一些 MCP，它的服务它的这个质量或者说它的时效性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顾虑。就比如说有些 MCP，它的首先是它很可能就不能用，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正在开发的一个过程中，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边角的一个地方，就会导致它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的话就是一些 一些 API 的 provider，它可能会把它的这些方式把它给更新掉的，所以会导致一些很老的一些 MCP，它就是因为它的 API 调用的这个服务的更新，也导致它的一个不能用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大概 MCP server 的，就是常见的一些难点。然后目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除了我们一个 database 这样一个情况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就是不停的去测试的这样一个 workflow。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目标，因为要达成这个目标，它确实涉及到的东西有些多。然后然后的话，主要是为了去达成这个目标的话，目前是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工具，就比如说一些浏览器操纵的工具，或者说是简单，比如说 request 啊，或者说一些检查或者 CMD 的这些工具集，对。然后这周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要是开发这些去支持这样一个 MCP test 的这样一些工具集。当然，这个也可以直接扩充我们现在系统一些能力。就比如说以前的话，它可能很难说对系统的环境或者说去做一些文件的生成、文件的写入这些一些需要实体操作的一些内容。然后目前的话是对这些方面做了一种类似就是说对应的一个解决方案吧，就是加了一些类似的工具集。对，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方向。至于说 哎，MCP 最后做成工作流去自动化测试的话，这一块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对，我想想看，那个你刚这个 MCP server 本质上其实就是想在我们框架里面去弄一个能 work 的一些 MCP 的数据库，对吧？对对对，是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一些质量比较高或者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 MCP 的 config。是的，是的，对，对，关于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在我们现在框架或者是在其他框架也好，你要用 MCP 的话，你就必须先去找这个 MCP config 嘛。这个 config 的话，一般会由那个 MCP 的那个作者提供。但是我们想的是，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数据库，把现有的一些就比较好的一些 MCP 工具，就直接给它，相当于做一个列表吧。之前我们考虑的应该是说，自动化的去抓，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在一些 MCP 的那个什么提供商那里去系统性的去爬一些那个 MCP 工具，但是刚刚俊华也说了，可能这一块难度会比较大一点。这样的话，那个我们能不能先维护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MCP 列表，然后我们手动往里面加？
对，就是人工测试这一块喽。对，行，我觉得这个 MCP 数据库这一块还是可以继续弄的，就到时候我们后续如果或者其他人在后续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好的工具的话，或者 MCP 可以放进去，到时候行。我们现在那这一块，在 workflow 生嗯，成的时候，它暂时还是不能说就是自动把这个 MCP 弄进去，是吧目前还不行，目前那个分支的代码我还在 review 哎。？OK，哎，行，那下一个应该是那个我们框架里面新增了一些 benchmark，然后应该是那个博文在弄是吧？啊，对对对，我在弄，我 share 一下屏幕吧。OK，我这边大概在集成两个框架，然后两个 benchmark，一个是 Wolfbench，然后还有一个是 SWE Bench，然后这两个的区别是，Wolfbench 里面包含的问题是比较多样的，然后它有这4类比较复杂的场景，然后训练样本也是比较多的，呃，然后 SWE Bench 它主要是针对 Python 这个 GitHub 的这个 PR。然后来进行选择了一些例子，然后来进行测试。那么目前的话，我是针对这个 Workbench 它的评价指标，因为它是一个对图的流程，对这个工作流图的这种匹配的程度，它是有两个评价指标，是 FE-Chain 和 FE-Graph，是针对这两个指标来进行评价。或者是一些主流的模型，它们的性能，就是在这4个问题上的性能。然后目前我这里是通过抽样的方法来进行测量，也就是我主要比较这个 average，和我们这个，嗯，和我们这个评价，就是论文中的 average，然后和我们模型的和我们这个框架调用模型之后的结果。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的FE-Chain 和 FE-Graph 这两个指标。FE-Graph FE-Chain 还好，就是相差不是非常多，但是这个FE-Graph 对这个和这个论文当中的这个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后续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下我这面评测的正确性，是不是跟论文里是一样的？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哎，等等等，FE-Graph 是什么东西啊？FE-Graph 它是这个针对这个它的工作流相当于是一个图的结构，然后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图的结构的一个指标，就是相当于它是来计算这个最大的公共诱导子图。它在论文中给了一个公式，这个对，这是他论文中给的这个 FE-Graph 的这个公式。OK，然后这是 FE-Chain 的这样的一个公式，相对于来说，这个，呃，对，目前来说就是这样。然后我那个你还需要，再回到刚刚那个结果那里，就是哎，我看看，Workbench 在4O 上，FE-Chain 跟 FE-Graph 是那个 function call 还是 average 啊 average，？average 人家是67.32，52，这差的有点大呀。对，这个哎，这个是有4O 吗？哪个是4O 啊？没呃，有4O，哦，它这个论文里用的是4。4
应该如果要对比的话，应该用跟它一样的模型吧，比如它用3.5就用3.5试一下嗯，是的， ，O1 就不用跑，O1 太烧钱了，就不用跑了。好。不过，就算是4欧，它怎么比3.5还要差很多？好像也不是很正常啊。嗯，对，但是我确实也在做的时候也看了这个，我的这个评价指标和他论文，其实出入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还在找问题究竟是哪里你的出现。你用 prompt 跟它是用的一样的吗？他论文中没有明确给 prompt，对，就是他的论文里没有给太多 prompt，就我还是自己写的 prompt。那它没有给 prompt 吗？我应该不会吧？不可能吧？它这个 benchmark 的一个项目，不可能不给它的那个实现。啊，就是你是说它的数据集吗？还是什么？对啊，数据集啊。这是让它数据集是有的，对啊，就是它数据集会带着一些内容，就是我还是在它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另外写了一些 prompt。它那个 GitHub 上原本的数据集没有说给一个例子，让你能够跑一下，然后去做一个 evaluate 嘛。它的这个例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相当于他给的这些个呃 conversation 的东西，也就是相当于是 prompt 吧，就包含了这些所有的任务，然你后打开一对于下它那个它的这个这个 GitHub 看一下，是那个是它的 GitHub 在我重新开一下它的 GitHub。它这个 GitHub 没有给一些脚本能够跑出它这个表格里面的对啊，下面见那个不是有吗？下面 workflow generation not evil。看看那个 Node Evil 这个文件里边有没有 一 prompt。般这种 benchmark 的仓库的话，他们会给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成的例子，然后还有最后的 evaluation 的一个代码，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是具体怎么去跑的。嗯，好。OK，行，那这个目前我们就先这样吧。哎，最后一块的内容是那个memory 那一块是吧？memory 那一块新增了一个 rag 的一个 engine，然后主要是目前是那个子健在负责。然后子健你那边那个进展怎么样？就是我负责做 reg 的这个部分，增加了一个图数据库的检索嘛，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开发完了，现在在整理它的那个代码之后，准备提一个 PR，就之前说的那些问题也都解决了，就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说的。OK，这行，个哎，这个图的数据库，这个图的数据库和之前的这个 database 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呀？哦，就之前他用向量数据库的话，就是把一整个，假设你切好的文本块嘛，它就直接往里面存。最后检索的话是检索这些你切好的文本块，但是图的话，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对它里面实体的一些就是建模，就是比如说你像回答一些叫什么，就是hotspot 那种问题嘛，它不是会
假设这一个人他可能属于多个组织，但是你去检索那种片段化的话，他可能就不太能很好的把它跟其他组织的那些关系都能一次性检索出来嘛。然后你之后给到大模型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误导。但是如果你加了这个图的数据库去建模，每一个出现的实体跟它的那些组织之间，或者是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辅助那个就是模型去回答那些需要具备多跳的这种推理性的问题。那这个图它是哦，需要你它的构建的话是借助那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还是会传一个 LLM 进去，然后用 prompt 控制它，让它去提取出，你传入的那个 trunk 它里面相关的出现的一实体是吧些实体还有关系。对？OK OK，对，好，检索的时候一般是会用向量跟，就这个也会编码成 embedding，然后也会用一些同义词去检索，有两个是混合检索的。嗯对，大体就这么多。哎，对，然后就刚刚说的是，我们现在整个框架其实是基于这个 Llama Index，其实开发了一个 RAG 的一个功能。之前有一次更新的话，是已经更新了这个 RAG 里面的一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一次子健做的一个更新是这种图数据库的一个存储跟检索。这个图数据库本质上就是会先把这个文本的一个信息转换成这种知识图谱的一个形式。知识图谱里面大家应该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会知道每一条边它其实是一个三元组，包括它的一些头实体、尾实体，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嘛。这种表示成图的，用图这种方式去存储的话，它的优点就是能够比较方便的找到它的一个多跳的一个信息嘛。但可能对应的它也有对应的缺点，就是因为你把整个大段的文本简化成这种三元组的信息，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信息的一个缺失，可能会在检索的精度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反正就目前的话，我们是打算在 RAG 上面就只提供这两个功能，大家后续如果想用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图这一块的话，目前还没有提交嘛，后续整合了的话，可以试一下。嗯，行，那好像我看基本上就完了吧。对，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准备上新的这些功能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就是对，也可以提一些就是功能上的建议，就你们想要就是优先去实现哪一些功能嘛，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嗯，行，那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不然今天就先这样。可以啊，可以啊。嗯，OK，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拜拜。OK，拜拜。拜拜。拜拜。